近来，随着中国海军实力飞速增长，美国对中国海军的关注越来越多。而近几年，中国的军舰真是以下饺子的速度在飞快下水，这更是让美国非常担心。而在目前在建的军舰中，最受美国关注的莫过于正在建造当中的003型航母。自从第3艘航母开始建造，全国目光也都关注在了它的身上。但是大家都知道，国内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我们经常得到什么消息，还要依靠国外偶尔发现的一张卫星照片。果然，最近由于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前往海南岛开展训练任务之后，美国海军的目光又跟随着投到了我国在该地的基地中。这种情况当然少不了一张卫星照片，而美媒根据所拍的卫星照片称，在三亚某综合保障基地施工数年的2座新的大型干船坞已经接近完工了。而在这个长度达到350米的干船坞中，几乎能够容纳中国现有的辽宁舰和山东舰，甚至可以容纳目前在建的003型新型航母。而且据美媒消息称，就在这个在建的船坞旁边，还有一艘075型2栖攻击舰和几架无人机，因此推断此处应该是一个军事基地。而据美媒推测，当003号航母建造完成之后，将可能永久驻扎在海南的三亚基地。其实，在12月初，我国驻扎在海南三亚的某舰载集团举行的一次演习中，我军的一批直9直升机直接从三亚的某个基地起飞，并且向模拟目标发射了反舰导弹。这其实是一个讯号，这让美国大吃一惊，因为如果我国在此地的基地开始运行，那么将使美国在南部海域的最后一点优势都荡然无存。而我国的第3艘航母003号，据称有望将成为全球最强的一款常规动力航母。据推测，这艘航空母舰的自身重量将达到8.5万吨。而且根据各方面消息整合以及军事专家分析，003号航母上还将配置电磁弹射技术。因此，虽然目前它还没有建造成功，但是它已经拥有了超高的人气。据报道，我国003号航母的奸杂已经进入了入坞合拢的阶段，并且当前的合拢工作也已经完成了将近70%。而在合拢完成后，我们就会开始对这艘航空母舰的水上部分进行加工制造了。当这一阶段也完成之后，那也就意味着我国的003号航母将正式面世了。有专家认为，按照目前的建造进度来看，到明年下半年，我们或许就能看到这艘万众瞩目的航空母舰了。那对于美国来说，可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其实今年我国海域由于美国的动作不断，一直不太安稳，在黄海和东海已经将我国目前仅有的辽宁舰和山东舰部署，但是在特别不稳定的南部海域却没有航母部署。因此，如果将003号航母部署在海南，那么美国想要继续在南部海域搞事情也就没那么简单了。这样看来，似乎也就理解了美国为什么那么担心我国在海南三亚的基地。2020年是俄罗斯民用航空业大爆发的一年，这引起了全球航空业的广泛关注。MC-21干线客机使用俄制发动机首飞成功，几乎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它意味着俄罗斯居然在资金匮乏、欧美围堵的情况下，实现了一架民航客机的全面国产化，这无疑会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但俄罗斯接下来会使用 PD-14逐步取代 T-30，那么俄罗斯极有可能会向中国出售，以平摊成本。而 PD-14的强劲性能对于中国的吸引力毋庸置疑。PD-14是俄罗斯为振兴俄罗斯民用航空业而从头开发的一款重要的涡轮风扇式发动机。近年来，俄罗斯人有很多理由为俄罗斯的科学和技术潜力感到骄傲，比如苏57和产品30发动机。但是 PD-14表明俄罗斯正在重返世界高科技市场。在过去的30年中，这是俄罗斯航空发动机制造行业中最大的项目。很难说如果没有研发 PD-14会给整个行业带来什么影响。全俄航空材料研究所为 PD-14开发了20种新材料。比尔姆切 S7 UEC 的研究团队从头开始研发了16项关键技术，这些技术成为了新飞机发动机的基础。高压涡轮机配备有能够在超过1700度的温度下运行的单晶叶片。为了提高燃油效率，空心风扇叶片由钛制成，使单位效率提高了5%。为了减少噪音和对大气的有害排放，发动机配备了吸音复合材料元件和低排放燃烧室。PD-14发动机的竞争对手包括惠普公司的 PW14317 GM 以及 N320 安鸟的 PW1110G GM， 还有通用电气公司的利普 EA、利普 EB 和利普 EC 电机，分别用于 A320 安鸟、波音737 MAX 和中国7919。考虑到美元汇率和俄罗斯的成本优势， PD-14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将非常具有吸引力。中国也可能考虑使用 PD-14装备791，以防止欧美停工发动机。
从一开始，工程师就正确的计划在 PD-14的基础上开发全系列飞机发动机，推力从9吨到18吨不等。最初对该发动机参数的研究证实了其相对于进口同类发动机的技术优势，其油耗降低10%至15%，生命周期成本降低20%。开发商还设法解决了噪音问题，可以满足西方国家的适航认证。事实证明 ，PD-14的噪音比国际民航组织的要求低15至20分贝。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比尔姆工厂每年将生产多达50台 PD-14飞机发动机，正在开发推力达1.45吨的 PD-14A 的版本，以及设计用于最大推力的15.6吨的功能更强大的 PD-14M。无论是 ARJ21还是 C919。这毫无疑问是中国航空业的荣誉和骄傲，但大量依赖外界的技术，使得中国在未来使用这些机型时限制重重。比如，外界不会允许中国 C919进行军用化，改为加油机、预警机、反潜机等，那么中国就只能继续依赖运8、运20一类的运输机平台。俄罗斯的航发或许是一个好选择，但每次都得被俄罗斯赚走大笔的资金。中国还有多少飞机缺一颗中国心？未来的答案需要我们的航发人用时间和汗水来回答。再过几天就2021年了，回首2020年，因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因此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纳卡冲突格外引人注目，而无人机因其出色的表现，将无疑成为21世纪的战争中游戏规则的改变者。据印度斯坦时报称，巴基斯坦已经向中国购买了50架翼龙武装无人机。有中国媒体表示，这是印度在高海拔地区的地面编队的噩梦，因为印度军方没有能力应对这种新型对峙武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巴基斯坦向外界表示，为了在边境地区保持优势，除了至少购买30架中国的歼10C 战斗机之外，巴军方声称还将把50架已经到货的翼龙2无人机部署到克什米尔的前线地区。援引媒体消息称，在利比亚、叙利亚和纳卡地区的冲突中，土耳其和中国的无人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和常规装甲。但是有印度军方官员却不这么认为，除非你掌握了空中优势，不然无人机将无法执行任务。他举例说，在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中，如果不是美军拥有了制空权，否则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地区不会那么顺利。一名前印度空军将领称，在控制线克什米尔地区或列城地区都在印度雷达的监视范围，如果武装无人机进入，将会被击落。印军目前没有装备任何一款武装无人机系统，也就是说，巴基斯坦从中国获得的无人机将有可能改变战争规则，在发射空对地武器时，无需越过边境或控制线上空即可执行任务。同时，无人机系统可以在印军高射火炮及地面防空导弹的交战范围外开火。印军租用的美军海空卫士只能用于海洋监控，而以色列苍鹭侦察无人机据说要实现武器化升级需要1年时间。翼龙2号具有很强的杀伤力，除了可以对空侦察之外，还可以对付地面多种目标，如军队、装甲、哨所等。在克什米尔地区，印军经常袭击巴方哨所和阵地。有了翼龙24小时战斗，巴基斯坦可以随时反击印度的攻击，甚至摧毁他们的前哨。报道还称，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印度军队相提并论的话，印军的中型雷达甚至能探测到飞行的鸟类。但是如果使用俄罗斯 ZU-23 或瑞典博福斯 L70 高射炮击落一架无人机，成本将在数百万美元左右。关于印度斯坦时报引述中国媒体50架翼龙无人机的消息，未得到官方证实。不过，巴基斯坦的确认从中国引入了48架翼龙2武装无人机，这是发生在2018年的时候。看到巴基斯坦部署50架中国翼龙无人机，引起了印度专家和网民担忧。不少印度网友担心，印网民担心亚美尼亚的悲剧在印度身上重演，我们居然造不了无人机。印度退役少将更是评论道，对面已经部署了土耳其式坦克，中国无人机，我们必须认真应对，否则就会跟亚美尼亚一样被打爆。